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继续探讨 AI 时代下的职业道路选择。在上期视频，我们先是简单把工作分为与人打交道和与物打交道，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激进的观点，那就是一切工作本质上都是心理工作。不论你表面上是在和人交流，还是在和机器与技术打交道，你真正的工作对象永远是人。人类的任何话语都包含着社会性，它绝对不仅仅是需要与人交流的工作才有的属性，或者说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才有的特点，而是无处不在的一种普遍需求。然后我们以餐饮业、艺术、教培机构以及医疗行业为例，说明了善于洞察工作和职业背后的心理需求，以及善于将自己的工作内容转化和翻译为某种可被他人感知和理解的符号，在未来会成为一种极其宝贵和不可替代的能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一下上期视频。当然，我看到评论区也有人对那期视频的内容提出反驳，比如这位网友大概是让 ChatGPT 和 Claude 分析了我的视频，然后提出了3点反驳的意见。那这里我们也来回应一下。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这位网友说所有工作都是心理工作，这个命题太过极端了。现实中存在很多弱社会性的工作，比如工厂流水线、维护基础设施、快递分拣、数据标注，这些岗位几乎不需要什么心理洞察力。我并不认为这个观点构成了对我的反驳，因为我的核心看法其实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精神链接，以及互相看见和承认的这种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变得越发宝贵和不可替代。因此，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审视我们的工作。反过来说，越是被剥夺了心理维度的工作，越容易被取代。而维护基础设施、快递分拣、数据标注这类弱社会性的工作，恰恰属于容易被自动化和 AI 替代的。就像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打字员、电报员这类工作了。而且，即便是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社会性的工作里，社会性也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只是被压入了地下。比如，在任何一个工厂的车间，工人之间通常存在着一套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和裙带关系。谁和谁是同乡或者同一个帮派的，谁跟师傅和小组长的关系好，谁在组里说话有分量。这些关系直接影响着生产效率、人员稳定性和产品质量。流水线的效率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参数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一个组长如果不懂得怎么处理工人之间的矛盾，不懂得怎么在高压环境下维持士气，他的产线会很容易出问题。这些本质上都是心理工作，只不过在那种语境下，人们一般不把它叫做心理工作。这位网友的第二个观点是，人工智能已经具备相当水平的共情和安抚能力了，对很多人来说已经足够提供相当程度的被理解感。这个我是认同的。AI 的确比许多人的朋友和亲人都更能提供支持，许多人身边可能连一个可以说真心话的朋友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 AI 提供了巨大的心理价值，但这只能说明真正的人类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看见太宝贵了，太稀缺了，而不能说明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看见。我们知道 AI 可以24小时陪伴你，永远不会疲惫，也永远不会因为心情不好而不耐烦，而一个真实的人是有限的，是有很多缺点的。它不可能像 AI 那么精力充沛，更不可能有那么博学。然而这种有限性恰恰是真实链接的条件。当你要求一个人工智能去欣赏你、爱你、理解你、认同你的时候，你其实知道它是没有不爱你的自由的，因为它的程序就是这么写的。当你使用的足够多，就会感知到一种重复性和可预测性。而一个本来可以自由的不爱你、可以拒绝你的人，他选择给你超出平常水平的欣赏和关爱，这会让你感到强烈的被珍视，因为你感到那必然是出自他的自由意志，而非某种外在的机制，
他投入了他自身，而人工智能没有这样一个自身。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说 Anthony 鼓励的这种洞察人性的能力其实是门槛很高的，是相当精英化的思路，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做人设和提供情绪价值获得稳定的回报，而且这条路也会非常内卷。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难以实践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说这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效仿的思维方式。就比如你在一个普通的社区附近开一家饭店、药店或者理发店、水果店，你能够记得顾客的需要、特点、口味，从顾客的闲聊中判断出他的烦恼、担忧和焦虑，然后当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发现你仍然记得他，他就很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回头客。实际上，很多顾客之所以频繁光顾一家店，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这家店的商品质量更好，而更多的是为了和老板聊聊天，因为这个老板很友善，善于共情，他们想要和一个真实的人进行互动。因此，作为一个店主，如果你有心的话，你甚至可以用电脑或者手机简单的记录某些顾客每次到访的信息，也就是给顾客建立档案，比如他穿了什么衣服，说了什么话，他流露了哪些情绪，他最近经历了什么。单次的记录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你记录10次、20次，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些规律和模式。你还可以用 AI 去分析这些文本，也可能从中发现一些契机。比如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好，你可能会发现一些顾客最近面临失业的压力。面对这种情况，有些餐厅可能就会打出一个告示，如果一个人暂时找不到工作或者失业了，他可以每天来免费吃一碗面。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给这家餐厅增加太多成本，但是它会给很多顾客传递了一种善意的信号。实际上，这个告示的真正受众并不仅仅是那些失业和没收入的人，而是大多数普通顾客。即便这些顾客并不缺钱，但是他们会感到温暖，进而对这家店产生信任和好感。他们会感到这个老板是一个宽容而非匮乏的人。因此，这种告示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巧妙且成功的广告。就是说，虽然我们是经营一家小店，但我们完全可以带着一种社会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的心态去做。这不需要你有高学历，也不需要你去读什么社会学和哲学著作。拥有这种潜力的人其实有很多，比如我认识一些老板和店主，他们拥有一种朴素的，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对他人的留心和敏感。当顾客发现你记得他自己都未能察觉和意识到的细节时，这相当于你在与他的交往中积累了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记忆。这种记忆、默契和善意本质上是一种微小的社会资本，它是高度个人化的、不可转移的，也不可规模化复制的，当然也是可以抵抗内卷的。外来的连锁品牌可以复制一种商业模式，但它复制不了你和老顾客之间的线下链接。当然，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它的共性就是要对他人的心理需求多一点敏锐。这个多出来的一点点不会产生太多的成本，但在心理层面上产生了巨大的溢价。它是你向对方发出了一个信号，在我眼里你不只是一个顾客、一个订单、一个任务，你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当一个人在日常生活的交易中突然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他感到的那种意外和温暖，就可以成为你建立竞争力的资本。任何大品牌、连锁机构、任何 AI 系统都很难复制这种在具体情境中对一个具体的人的即兴回应。那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观点，不就是提倡一个人搞好服务态度，提供情绪价值吗？就是说，一个人的技术能力是地基，情绪价值是加分项。但这也是我最想纠正的一点，就是我不认为心理价值和技术价值是互斥和并列的概念，不存在绝对客观中立的纯粹的技术价值。情绪价值这个词，在当下中文互联网的语境里，几乎已经被等同于顺着别人说话，哄人开心会来事儿。但我所说的心理价值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技术本身就已经内嵌着对他人内心的觉察和理解，
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工程师画一张工程图，他画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处标注，其实都是面向一个将要阅读和使用这张图的人，可能是另一个工程师，可能是审批的官员，也可能是施工方，但总之，这个理想读者的心智模型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技术决策本身。一个程序员写一段代码，他的代码最终要被另一个程序员阅读和维护。一个外科医生做一台手术，他对手术方式的选择、对风险的判断，都包含着对这个具体的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承受力的理解。所以，不是说一个人先把技术做好，然后再加上一层对人的关怀，而是说，你对人的理解本身就时时刻刻参与和渗透在你的技术之中。一个不考虑使用者和阅读者感受的产品设计，不是技术上合格但缺乏温度，而是它在技术上就已经是有缺陷的了。因此，技术和人际关系并非对立的概念，而是技术本身就是在人际关系中展开的。当然，大多数人在工作中对这种心理维度的运用是无意识的、被动的。而我想提倡的是，我们需要把这种无意识变成有意识，需要主动的去思考做的这件事面向的观众是谁，他有哪些需求是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当你开始这样思考的时候，你的技术就不再只是一种完成任务的手段，而是成为了一种回应他人需求的语言。同样是做一个产品，有些人想的是参数达标、功能齐全，而有些人想的是这个东西拿到用户手里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会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它？他使用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要培养这种心智化能力，的确是有一定困难的。中国的应试教育过度强化了一种单向度的理解能力，在这个体系里，出题人、老师、学校，在学生心目中其实可以简化为同一个权威，这就制造了一种错觉，我们可以叫它客观化错觉，或者叫自然主义的错觉。在考试的世界里，分数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是一个没有情感和自由意志的抽象权威。学生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固定的标准，对错是分明的。这让许多学生在潜意识里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世界上的事情是有绝对客观的对错的。只要我掌握了正确的技术，做对了题，我就理应得到满分。而市场要求一个人具备横向的共情能力，去理解不同群体的痛苦和欲望。一个20岁的年轻人和一个60岁的退休老人，他们被打动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这里根本不存在一个标准答案，只有你能不能读懂面前这个具体的人。在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本质并不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对象化了的情感，是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当然，将这种抽象的原则变为一种具体的实践智慧，还需要完善很多细节。我并不主张你要去回应和共情每一个出现在你工作之中的人，那是一种并不现实的策略。在现实中，不是每个客户都值得你投入这种额外的用心。这其实就是心智化能力的另一个面向，它不仅仅是让你懂得如何去关怀他人，它同时也让你要懂得判断谁值得你去关怀。一个有洞察力的人不会对所有人无差别的付出，因为那是一种讨好。他会在与客户的接触中判断出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有心的人，还是一个得寸进尺的人，他是一个尊重你劳动的人，还是一个只想占便宜的人。对于前者，你的每一分额外用心都会转化为长期的信任和口碑；对于后者，你做得再好他也不会领情，甚至会觉得这些都是你应该做的，然后提出更多无理的要求。所以，这种觉察能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筛选的功能，它帮助你把有限的精力投放到那些能够产生回报的关系上。当然，我今天说的这些并不是一种万能药。许多人每天光是完成本职工作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没有多余的心力去觉察潜在的心理需求。实际上，很多工作对一个人最大的消耗，不是体力上的劳累，
而是它耗竭了个体的耐心和善意。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高压、低回报、缺乏尊重的工作环境里，他的内心会渐渐枯竭。他不是不想去关心和觉察别人，而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感知到被关心了。在这种状态下，让一个人去觉察他人的需求，确实是一种奢侈。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这种心智能力的培养，并不能替代社会和制度层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一个合理的劳动制度，一个尊重人的工作环境，这些才是让人有余力去发展心智化能力的前提条件。但我仍然相信，对于那些还保有一丝余力和反思能力的人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去练习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